90年代，科研人员将5头长江江豚投入长江天鹅洲，让其在更适宜的生存环境中繁育。如今30年过去，它们怎么样了？淡水河流中拥有鲸类，必须得有大量的河流食物，而一条淡水河流中如果拥有2种鲸类，更是说明河流中的生物多样性很丰富。曾经，长江和亚马逊河一样，是世界上同时拥有2种淡水鲸类的水域。除了江豚之外，还有一种是白鳍豚。可惜白鳍豚至今不被发现已经20年，2006年被正式宣告灭绝。至此，万里长江就只剩下了江豚。然而它的处境也不好过，数量已经从2700多头锐减到了1000多头。为了解决江豚数量下降的严酷事实，科研人员一度想找到江豚的近亲，然后为它们配种。此前有研究认为，海洋里的江豚正是长江江豚的远亲。后来进一步研究却发现，2个物种存在生殖隔离，无法完成生殖。既然捷径已经行不通，接下来就只能采取更艰难的保护性措施了。可是说要保护，具体又该怎么做呢？或者说江豚面临的威胁具体有哪些呢？长江没有全流域禁渔之前，江豚遭遇的最大危害便是捕捞作业带来的附带性伤害。江豚很早就是保护动物，渔民自然不会捕捞它。但是在捕捉其他鱼类的时候渔网等渔具给江豚带来的伤害也不小，尤其是一些非法捕捞会使用一些滚钩、迷魂阵等有害渔具，更是成为杀害江豚的罪魁祸首。另外一种影响到江豚生存的，便是人类行船导致的噪音。像江豚这样的大型鱼类，噪音的干扰会影响到江豚的回声定位能力，有时候因为辨不清方向，会直接被螺旋桨打死。最后，沿长江两岸不断流入水中的化学污水、农药等污染源，也会对江豚的生存构成威胁。根据2012年的调查发现，长江干流里的江豚数量只有500头左右，其余的江豚则集中生活在鄱阳湖和洞庭湖水域，这成了它们最后的避难所。而根据后来制定的保护措施，主要分为就地、迁移和人工繁育3种模式。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就地保护，但江豚原有的生态环境早已发生变化，就地保护已经不可能。30年前，5头长江江豚被放入天鹅洲自然繁殖，现在它们怎么样了？在石首有一片叫天鹅洲的保护区，这里是科研人员最早给江豚开辟的新家。还在上世纪90年代，这里起初是准备收留濒危的白鳍豚的。然而科研人员担心白鳍豚的数量已经极少，所以不敢贸然迁移，最终就把目光瞄向了江豚。就这样，第一批5头江豚在90年代就来到了新家。这里是长江的故道，所以保护区内没有行船和外界的干扰，这些江豚很快就适应了下来。几年时间下来，5头繁殖成了40头。根据后来的调查，保护区内每年新出生的江豚有3到6头。相比于长江流域的其他地方，天鹅洲成了江豚唯一还在增长的区域。保护区所在区域和长江干流相通，没有工业污染，只要维护得当，能够保证100头江豚种群的生存。然而在2008年的时候，南方地区突然的雨雪天气让长江也结冰了，彼时的江豚没办法呼吸，只能用头去撞冰面。最终当工作人员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有6头江豚因为撞击导致的伤口溃烂而死了。从那之后，科研人员意识到，对江豚的保护不能只局限在一个区域内，应该建立更多的保护区。根据后来农业部门制定的江豚拯救计划，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选择合适的栖息地，建立新的保护区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根据当时的设想，沿着长江的故道，接下来至少要建立5到10个保护区。就这样，根据新开辟出来的保护区，江豚们开始逐个搬家。比如在2015年3月时，8头生活在鄱阳湖里的江豚就被迁移到了500公里外的荆州。截止到2020年，长江流域有3个主要的保护区和1个保护基地，先后被开辟出来的保护区不断有江豚迁入新居。在保护区外的其他地方，像洞庭湖流域，通过禁止挖沙和加强渔政管理等措施，当地江豚数量也开始出现增长态势。在给江豚搬家之外，国内也一直在开展人工繁育江豚的研究，这一进展持续了30多年。第一头人工繁育的江豚是在2005年出生的，2018年时，第2头人工繁育的江豚也出生。长江禁渔10年，如今江豚繁育进程如何？截止到2021年，天鹅洲保护区内的江豚达到了101头，这一规模已经是该保护区内最大的容量了。于是呢，在当年经过挑选出来的18头江豚又被送到了洪湖、老湾、故道等地。
要不要给江豚搬家也是有着严格要求的。正在哺乳期的母江豚不能迁移，刚出生的幼崽不能迁移，即便是搬家的江豚也会给他们建立家族谱系。科研人员会标定好他的父母是谁，同时还会详细记录父母子女的去向。搬到新家后，不会马上把江豚放到野外的环境中，先让其在人工建立的区域适应环境，等到监测身体一切正常，才会最终将其放入迁入地。除了搬家有严格的流程外，每个保护区都还有专门的巡护人员。作为保护区的守护者，他们需要每天对各自管辖的片区进行巡查管理。谭佑先他所工作的保护区是天鹅洲，每天他要巡查的地段将近100公里，摩托车是他最主要的代步工具，有一些地段不能行车，往往还得步行趟水。长江故道里没有行船和工业活动，主要监控的是沿岸的农业活动。谭佑先主要查看的是有没有被到处丢弃的农药瓶，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实时向村民讲解丢弃农药瓶的隐患。另一个巡查的便是非法捕捞作业。在谭佑先看来，近年来由于不断的宣传和保护，非法捕捞的现象已经减少了许多。除了人工巡护外，各保护区也设立了智能监控以及无人机巡护。根据2023年初公布的考察结果，长江江豚的数量为1249头，有595头生活在长江干流，492头生活在鄱阳湖，还有162头生活在洞庭湖。这一数量规模是自监测以来江豚数量的首次回升，但即便止住了继续下跌的局面，江豚整体的数量种群依然不容乐观。但只要数量有所回升，就说明之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有效的。在动物学家看来，保护江豚需要全社会参与其中。2021年，江豚也从此前多年的2级保护动物调整升级为1级保护动物，随之提升的有保护措施的升级以及投入的保护经费增加等等。此前的调查也显示，长江干流江豚活动的范围相较之前有所扩大，比如在武汉以上的100公里江段，以往没有发现有江豚分布。2022年调查时，在这一江段看到了江豚。除此之外，母江豚带着小江豚一起出游的数量也在增加，这些都说明只要保护性的举措持续下去，江豚数量的持续回升还是值得期待的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